妈妈，行行嫌我群群。听到女儿告状，我一阵头疼。闺蜜的儿子向来调皮，这次问题可不小。我找到闺蜜说明情况，她严厉批评了行行，罚她不许玩手机。行行愤怒地瞪着我，都怪你，告状精。赵林忙跟我道歉，我买点下酒菜，晚上我们好好喝一杯，就当给你赔罪。我拒绝，闺蜜却说，又不耽误你今晚造人，喝一杯吧。盛情难却，我只好答应。赵林送走了行行，我也让我妈把女儿接走。没了孩子，大人可以尽情喝2杯，只可惜我今天状态不佳，2杯下肚就晕得不行。我怕吐在房间影响丈夫休息，让闺蜜送我去客房。夜里一阵欢笑声让迷迷糊糊的我睁开了眼，赵林娇嗲的声音传入我耳朵里，没吃饭呀，软成这样。我正疑惑，紧接着丈夫的声音传来，小声点，南星还在隔壁呢。赵林轻笑，别慌，给他喝的酒里掺了点安眠药，现在就算地震都震不醒他。来，用力点，弄死我，求你了，宝贝。丈夫热情回应，真是磨人的妖精，待会儿别哭。我刚要起身，脑袋一阵眩晕传来，让我整个人又跌坐了回去。没等我回神，隔壁便传来痛苦的惨叫声，随后惨叫声越来越剧烈。这栋楼的隔音效果本来就不好，惨叫声很快引来邻居的不满。大半夜的，有没有点公德心？小声点，不然我报警了。邻居的警告并没有让惨叫声减小。不久后，隔壁传来女生哀求的哭泣声，很快门外就传来敲门声。我们是边疆片区的民警，请你们开门。惨叫不断，又没有人开门，民警只能联系物业，同时叫来开锁，强行打开我家大门。客房离大门更近，很快民警发现了我。女士，你没事吧？我虚弱的回应，头疼，麻烦帮我叫救护车。民警掏出手机，帮我打了急救电话。我被担架抬出门的时候，隔壁房间也抬出一个担架，那个担架特别沉，2个护工不够，还得2个民警帮忙才能抬出门。我瞥了一眼，丈夫和闺蜜赤身裸体的躺在担架上，2人低着头，上下交叠，紧紧贴在一起。不大的单人被子被2人用力扯着，死死盖住脸。动静不小，电梯口围满了看热闹的人。如此壮观的盛景，议论声络绎不绝。听说做一半断里面才叫救护车，不是，听说是那女的耐不住寂寞，跟家里哈士奇弄了。丈夫半夜回来发现暴打一顿，吓得狗拔不出来，才报的警。难怪2副担架玩的可真花呀。这言论刚得到众人肯定，对面邻居跳出来否认，不对，我就这户对面的，那女主人我认得，刚刚一个人被担架抬出去了，不是那户的女主人。经过一番讨论，最终众人得出结论，是男主人半夜在家里跟母狗乱搞，被女主人发现，酿成家暴惨剧，最后集体送医。到医院后，医生发现我的血氧特别低，血压也不正常。紧急治疗的过程中，隔壁间不断传来惨叫声，男女交叠，此起彼伏。那惨叫声我太熟悉了，一个是我丈夫，一个是我闺蜜。护士低着头窃窃私语，隔壁那俩听说把强力胶当成润滑剂给抹上去，结果现在粘得拔不开，要动刀子才能分离呢。看着年纪也不小，玩这么花吗？这刀子一动，恐怕2个都要废。脑袋的眩晕感一阵阵袭来，护士给我打了吊瓶，让我先休息一下。他们怀疑我是药物中毒及酒精过敏，必须躺在急救床上，不能下床，防止眩晕造成2次伤害。我点了点头，抵挡不住困意来袭，再次昏睡过去。再睁眼，我还没起身，迎面而来就是婆婆狠狠的一巴掌。贱女人，你把我儿子害惨了。我捂着脸，一脸懵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婆婆怒声咒骂，声音还不小。贱货，我早就看出来你是个祸害。婆婆声音不小，急诊室里人又多，全都盯着我们这边看。我满腔的委屈。妈，我昨晚头疼被送来医院，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伟明出事了吗？婆婆气呼呼的要再打我，被赶来的保安拦住。她挣扎着怒吼，这个贱货大半夜勾引我儿子，把人都玩到医院来了，搞得我儿子下半生彻底毁了，这是要我家绝后呀。别说打他，我现在杀他的心都有。周围人一脸八卦模样，无数双眼睛在我脸上打量。此刻我犹如被扒光的小丑，
公众人欣赏。婆婆怒吼着说她要把事情闹大，让我这辈子都做不了人。她还喊周边人赶紧拍照。她有性瘾，没男人会死，你们懂吧？面对凶悍的婆婆，我没有立刻反击，我恨不得她多闹点，最好闹得尽人皆知。反正最后丢脸的不是我。闹哄哄的场面让一旁的护工都看不下去了。他站起来吼了一声：大姐，跟你儿子乱搞一起送来医院的女人在隔壁，不是你儿媳妇。婆婆愣住，片刻后她反应过来，对着护工破口大骂：你胡说，你是他的护工，收了他的钱，什么话你都敢说，这么丧良心，你不怕天打雷劈吗？昨晚护士问我有没有家属陪同，我想着大半夜不好惊动家人，让护士帮我选了个身强体壮的护工大姐照顾我。我给护工2倍工资，让她保护我的安全。护工大姐是个热心肠的，满口答应下来。妹子放心，俺力气大，保证把你照顾得妥妥的。护工也是人，自然不能忍受平白被婆婆骂。她昨晚一直在医院，那场大戏她可是从头看到尾呢。她叉着腰就跟婆婆对骂起来：老鸡婆，该被天打雷劈的是你，你生的好儿子半夜搞女人，都搞到医院来了，断子绝孙是你们母子的报应，你要不信自己去隔壁看看呀，骚货现在还跟你儿子住同一个病房呢，看看他俩下半身烂成啥的形。婆婆没预料到护工战斗力如此强悍，全程被压制，骂得她连回嘴的机会都没有。好一阵她才回过神来，气呼呼的怒指着我：贱丫头，你给我等着。她刚说完，2个穿着制服的民警便出现在我眼前。沈南星，我们怀疑你跟一起故意伤害案有关系，现在能配合我们调查吗？听到警察的话，刚刚气势落下去的婆婆又恢复战斗力。警察，就是这贱货害了我儿子，你们快把他抓起来。说完，她恶狠狠盯着我，嘴角带着得意的笑。贱人，你会遭报应的。由于血压不稳，暂时还不能下床，只能在病房里配合录口供。不等警察开口，我一脸关切的询问：同志，我闺蜜和我老公没事吧？周围的医护人员看我的眼神里充满同情，我全都忽视，继续追问。警察有些尴尬道：他们还在隔壁病房医治，情况不太好。随后他询问我为什么要把润滑剂换成502胶水，是不是故意报复？我一脸茫然，我不知道，我醒来人就在医院了。医生说我的食物里有安眠药的成分，混合了酒精，才导致我中毒。警察问我还有没有谁近期到过家里的主卧，我嘟囔了一句，就行行昨天发脾气进去了一会儿。行行是我闺蜜的儿子。我刚说完，一旁另一个警察便闪了出去。我低着头继续思索，韭菜都是琳琳买的，怎么会有安眠药呢？警察突然提高了音量：酒水和饭菜都是赵琳提供的。我点了点头，家里有监控，都能作证。录完口供，警察离开。婆婆见我没被带走，又闹起来。她阻止护士给我上药，抢着要把药水扔掉。你也配治疗？我儿子还躺着呢，凭什么你能好好的？我气笑：你儿子跟我好闺蜜乱搞到医院，你有脸怪我？敢给我投毒，你儿子等着坐牢吧。婆婆似乎也反应过来，满脸心虚。夜里，医院让我通知家人。迷迷糊糊之中，我给婆婆打去电话，只说我跟丈夫受伤入院。婆婆根本没闹清楚状况。到医院后，还是像平日在家的时候那样，下意识就开始骂我。现在听说她儿子要坐牢，婆婆终于慌了。她陪着笑看着我：哪有男人不偷腥的，这次是伪名不对，我待会儿就狠狠骂他。夫妻吵架哪用得着报警？你跟警察说说，把案子撤了吧。我气笑了，折腾了这么久，现在叫我算了，可能吗？我说要好好想想，把婆婆先哄走。她一走，我立刻打开绿泡泡，果然看到同小区的邻居不少都发了朋友圈，短视频平台上也有不少小视频。我将这些全都下载，发到婆家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聊里面，顺便艾特老公的舅舅大姨他们。很快婆婆就出现了：你抽什么风？赶紧给我撤回，立刻撤回，听到没有？我不理她的歇斯底里，转头又整理了一份，发送到高中班级群里。我跟闺蜜是高中同学，她如此辛劳，怕我太累，主动帮我服侍丈夫，我自然要好好宣传一下她的丰功伟绩。做完一切，我扔掉手机，好好休息。再睁眼，我发现病房内站满了人。赵琳直接扑上来打我：贱人，
你害我女儿身败名裂，我要杀了你。赵琳的母亲哭得双眼通红，我丈夫坐在轮椅上，凶狠地怒瞪着我。沈南星，你为了陷害我们，真是够狠的，连亲生女儿你都能利用，你还是人吗？我懵了，你什么意思？丈夫咬牙怒骂，你教唆女儿偷换强力胶，还想抵赖吗？这时我才瞧见缩在角落里的低着头的女儿，我立刻拔掉吊瓶，站起身朝着女儿扑去。女儿惊恐后缩，抬头的时候脸颊通红，鲜红的巴掌硬刺痛了我的心脏。我将女儿揽在身后，转头扫视众人，咬牙一字一顿的质问，说谁打的？察觉赵琳的母亲眼神闪躲了一下，我直接朝着赵琳母亲走去。你打的？赵琳的母亲下意识后退一步，梗着脖子强硬道，他敢害我女儿，打他一下怎么了？我二话不说，扯着他的头发，将他的脑袋砸向病床的铁栏杆，再拽着他的脑袋左右开弓，所有的力气在这一刻全部爆发。孩子是我的底线，去他的隐忍，动我孩子者死。或许是我太猛了，众人良久之后才反应过来，扑上来强行将我们拉开。我奋力甩开拉着我的婆婆，反手一个巴掌扇在她脸上，不想死就给我放开，不然就试试看你有没有这命走出病房。她被我吓愣住，随即松开手。我没有再动赵琳的母亲，一方面是我体力有限，一方面是女儿在场，若是惹急了对方，拿女儿做人质，对我来说得不偿失。我将女儿护在身后，目视着众人。赵琳母亲终于反应过来，叫喊着要报警抓我。我死死盯着她，发出警告，你最好保佑我女儿没事，她是我用命换来的孩子，她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要你全家陪葬。刚才还得意洋洋的赵琳，此刻跟她妈吓得瑟瑟发抖。疯了，这女人疯了！丈夫张伟明强硬的怒斥我，沈南星，我看你是真的疯了，你把我和赵琳害成这样，你还有脸叫嚣？我冷笑，所以是我扒光了你和赵琳，逼你俩苟合在一起，还让你拔不出来半夜送医的喽。张伟明面色一僵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我抱起女儿扫视众人，谁偷换了你的胶水，你们心里清楚，欺负我女儿老实没门。婆婆还强撑着辩解，谁说我们欺负她了，就是这死丫头换的。我冷冷的瞥了瞥她，你以为卧室没监控就没证据吗？那瓶润滑剂现在就在警局，警察已经调取了上面的指纹，凶手跑不掉。他们之所以敢公然诬陷我女儿，就是知道家里只有客厅有监控，可他们不知道唯一的证物我昨晚就叮嘱警察带去化验了。想要诬陷我女儿，做梦！在场的人顿时变了脸。婆婆嘿嘿一笑，态度转换极快，看来真的跟双双没关系，我是她的奶奶，怎么会不心疼她呢？刚才也是着急，怕孩子学坏嘛。说的比唱的好听，她对行行都比对我女儿好，她会心疼才怪。待会儿再收拾这个死老太婆。我转身来到赵琳面前，她惊恐地望着我，忘记自己还坐在轮椅上，下意识要后退，结果从轮椅上直接摔下去，疼得哭天喊地，模样极其狼狈。我扯着她的头发将人拽起，我把你当姐妹，你说我老公。赵琳急了，张口就要求饶，我大巴掌直接扇打在她脸上，打得她变猪头。赵琳哭着朝张伟明求救，你就这样看着我挨打呀？张伟明推着轮椅扑过去，我直接一脚踹在他下半身的伤口上，疼得他整张脸都扭曲了，大叫出声。这么喜欢挨打，那就挨个够。打到手累了，我才停手扫视众人，都给我滚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女儿在场，我不想给她幼小的心灵造成伤害。收拾这群人渣，有的是机会。病房终于清空，我心疼地摸着女儿红肿的脸颊，她无措地大哭出声，妈妈，是奶奶让我跟警察叔叔这么说的，她说不给警察说是我换的，我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。女儿从出生到现在一直都是我在带，她对我特别依恋，最害怕的就是失去我。我没想到死老太婆这么狠，居然对这么小的女儿下手。奶奶在哪里跟你说的这话？女儿哭着说，就在姥姥家楼下。我立马打电话联系我妈，让她找物业查楼道里的监控，拿到视频后直接转发到家族群，顺便艾特婆婆。对自己的亲生孙女都能下这种狠手，活该你张家断子绝孙。婆婆，撤回，马上给我撤回。我撤回你妈，我现在就把视频转给电视台，让他们好好上门采访下你这个恶毒奶奶。
其他亲戚平日里巴巴的厉害，现在都装瞎，我一个都不放过。大舅，我把你家地址报上去，让你也上电视。二姨，你单位我也通知一下，你记得接受采访。三舅、大表哥、二表姐、三表妹，你们也准备一下。平日里这些人最会对我说教，仗着长辈的身份对我指指点点。既然那么爱说三道四，现在就给他们机会好好表现一下。刚劝完，就有人急了。大舅第一个跳出来，这是你们的家事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不要来找我，丢不起这人。我冷笑，手指飞快打字。大舅，是你说的，我若安心相夫教子，伟明会给我一个美好的生活。难道跟闺蜜共侍一夫就是美好生活？还是说他遗传了你？听我妈说，你年轻时候的初恋现在还联系着是吧？上个月刚借了他3万。大舅蔫了。经常嘲笑我肚子不争气的大舅妈终于冒头了。你给我说清楚，你跟那死狐狸精还有联系，还借钱给他？艾特大舅。大舅妈，我要跟你离婚，我不活了，艾特大舅。大舅，你这张嘴从来就不把门，以后我没你这个妹妹。艾特婆婆。婆婆气急，你给我闭嘴。艾特南星。大哥，你快点把他踢出去。我冷笑，谁踢我，我就让记者采访谁。我正欣赏着群里的骂战，张伟明突然打电话来。沈南星，我命令你马上从家族群退出去，否则……我乐得笑出声来。你能怎样呢？片刻后，他怒吼道，我要跟你离婚。我还没提离婚，他倒急了。东窗事发，索性给赵林扶正吗？离婚可以，你净身出户，女儿抚养权归我。张伟明怒道，你懂不懂法呀？法律根本没有净身出户的说法，就算打官司，最坏的结果也是一人一半。你没有工作，拿什么养孩子？法院根本不会把抚养权给你。他说的是事实。女儿出生后，婆婆便以病痛缠身为由，拒绝帮扶我带娃。为了照顾孩子，我只能成为全职宝妈。见我沉默，张伟明得意洋洋道，只要你愿意净身出户，再停止追究安眠药的事情，我就把双双的抚养权让给你。真是无耻他妈给无耻开门，无耻到家了。面对渣男，绝对不能手软。我平淡的开口，那就不离，耗着吧。彻底谈崩，张伟明气得挂断电话。他刚挂电话，我就调出家里的监控记录，把昨晚他跟赵林叠叠乐贴在一起，惨叫着抬出房间的视频截取下来，发到家族群里去。再叭叭叫，明天踢你公司去，不信试试。艾特张伟明。要疯大家一起疯，我不高兴，谁也别想快乐。我妈哭着劝说，闺女，要不咱们还是离吧，跟张伟明这个渣男耗着，对你和孩子都不好。你回来，爸妈能养你们。我知道妈妈是心疼我，可这一仗我不想输，也不能输。我抿唇笑了笑，宽慰我妈，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，不会有事的。3天后，我正式出院，刚到家门口就碰见气势汹汹的婆婆。我儿子要坐牢，你满意了？我也是刚刚才收到的消息，张伟明主动包揽了所有罪名，让赵林成功脱困。我冷笑，谁下的毒你不清楚吗？找罪魁祸首去。婆婆像是没听见一样，突然变脸，又开始哭诉，她活该，让她坐牢。可怜我孙女才上幼儿园，人生就多了这么多门槛，她未来的人生可咋办呀？霎时间，我反应过来，张伟明故意包揽罪名，就是为了逼我撤案。我们是夫妻，只要我承认他不是故意的，这件事情就成了家庭矛盾，大事化小。可若是他坐牢，我的女儿就有一个坐过牢的爸爸，将来他的政审就会背上污点，即使不考公，他的求学和就业也会受限。作为爱女如命的母亲，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结果？一家子无赖，好歹毒的计谋。婆婆眼底透着得意的笑，南星，你说我们双双是不是好惨呀？我气得心肝疼。他们笃定我为了女儿一定会妥协。我强压怒气，故作淡定，10几年后的事谁说得准，说不定政策变了呢。你告诉伟明，让他安心坐牢，我会带着女儿去探监的。婆婆气到破防，直接开骂，贱人，你不得好死。我冷静地看着她，放心，我一定走在你后面。婆婆对不过我，只能气呼呼地离开。赵林一脸微笑，坐，点了你爱喝的拿铁。半个小时前，我接到赵林的电话，他想跟我当面聊聊。出于好奇，我来了。看他一脸胜利者的姿态，我气得发笑。
你这脸皮不拿去捐献给国家研究防弹衣真是可惜了。赵林脸色一僵，依然强硬道，沈南星，你知道我最恨你什么吗？我没回应，赵林继续道，你仗着家境好，永远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，你知不知道你有多讨人厌？赵林父母在他小学时就离婚，双方都不愿意带他。赵林一直跟奶奶生活在一起，老人能力有限，赵林小时候过得并不快乐。我跟赵林从初中开始就是同学，知道赵林家庭的情况，经常带他回家蹭饭，久而久之我们的感情就深厚起来。只是没想到他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我双眼直视赵林，这就是你睡别人老公的借口。赵林冷哼一声，凭什么我比你漂亮，成绩比你好，还过得不如你？家境没你好，找的男人还是个家暴男。我不服气，我要证明我一定能比你过得好。我遇到张伟民的第2年，赵林也嫁人了，她老公长得是很帅，却是个爱赌博的花花公子。我劝过赵林，爱赌的男人不能要，他不听劝，一头扎进去，很快2人就结婚。婚后男人暴露了本性，不仅不工作，天天赌博，输钱还会喝酒打赵林。最后那男人因开设赌场被抓去坐牢，他才算彻底解脱。赵林挑着眉，嘴角高高扬起，沈南星，事实证明我赢了，你老公宁愿自己坐牢也要维护我，你说你所谓的幸福婚姻是不是很可笑？赵林如此笃定的态度让我很困惑，难道张伟民真的爱他到如此地步，为了他宁愿牺牲自己去坐牢？见我不说话，赵林直接开出条件，如果你愿意撤诉，那自然最好不过，我可以帮你劝伟民，把孩子的抚养权给你，再给10万做补贴。我气笑，人家是当婊子也要立牌坊，你倒好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个婊子，还上赶着吆喝。察觉到他要反驳，我连忙示意他闭嘴。瞧我这记性，又把你当人看了，这些话能从你嘴里说出来也正常，毕竟那就是个粪坑，时不时乱喷屎。赵林被我气到暴走，他对不过我，只能气呼呼的离开。沈南星，你等着，你会后悔的。耗了2天，张明伟的表妹找到我，小表妹三观很正，跟我的关系一直不错。婆婆因为我生女儿嫌弃我的时候，也是她第一个站出来质问婆婆，难道你不是女的吗？还是说你不是女人生的？表妹告诉我，自从我上次在群里曝光了大舅的料后，大舅跟婆婆彻底闹掰，其他亲戚也避她如蛇蝎。以前婆婆仗着张伟民会赚钱，在娘家神气的很，自从丑闻曝光，婆婆在家族群都要混不下去了，那些亲戚都说我疯了，现在不敢掺和婆婆的事，更不敢帮着她对付我。我就是看透了这些虚伪的亲戚，在家族群里发疯，也是要告诉他们，我不怕鱼死网破，敢招惹我就得付出代价。果然，这个群的亲情比路边的野草还亲贱，经不起半点风浪。表妹说，表嫂，我劝你还是借着这次好好跟大姨他们谈条件离了吧，想要表哥净身出户不太可能，不过你可以多争取些钱。张伟民如今的公司是我跟他一起创立的，若不是为了照顾孩子，我不会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回归家庭。现在日子好了，他不但出轨赵林，还想就这样将我踹开，凭什么我要妥协？从表妹的话里，我听出不一样的地方。在我的逼问下，表妹跟我透露了一个真相，航航是张伟民的儿子。表妹说，表嫂，现在表哥伤了身体，航航是张家唯一的血脉，为了这孩子，大姨跟表哥不可能让赵林去坐牢，只会扶正他，给航航一个正式的身份。我惊得说不出话。表妹一脸纠结，表嫂，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，我就是觉得表哥他这么做不对，所以给你提个醒。大姨跟我妈是亲姐妹，我们没办法断亲。表妹的担忧我明白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说。如果航航是张伟民的私生子，那我抽屉里躺着的亲子鉴定报告算什么？我问表妹，小雨，你确定航航是你表哥的孩子吗？表妹很肯定的点头。大姨亲口跟我妈说的，看样子她好像早就知道。那死老太婆天天喊航航来家里玩，每次航航跟女儿起争执，她都会单方面维护航航。我以为她是对待客人更礼貌些，原来这才是真相。表妹心疼的牵起我的手，表嫂，你别太伤心，我尽量给你多透露些信息，帮你多争取点利益。伤心？我现在的嘴角比 AK 还难压呢，有些真相暂时还不能告诉表妹。难怪死老太婆和张伟民愿意下这么大的赌注，
来换取赵林安全。原来他们以为航航是张伟明的儿子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小雨，我不伤心，你帮我转告你大姨，想要他儿子没事就答应我的条件，只要有钱，我可以送双双出国读书，有没有坐牢的爸爸对他都没有影响，该怎么取舍就全看张伟明自己了。婆婆到底舍不得儿子，又一次来跟我谈条件，2套房全都过户给我，家里的存款归我，张伟明在公司的股份也折现给我。婆婆咬牙切齿的朝我瞪来，全都给你，满意了吗？我淡淡一笑，这些可不够。婆婆瞪圆了双眼，家里值钱的全部在这儿，你还想怎样？我掏出手机递给她，上面有一张房产证的照片。这套公寓是张伟明给赵林买的吧？既然我和他还没离婚，这就是婚内财产，我有权收回。婆婆一脸惊讶，似乎没想到我会知道。不只是这些，我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。从半年前发现赵林和张伟明的龌龊勾当后，我就一直在准备，生生将这口恶气吞回去，隐忍了大半年。如今这一切都是我应得的，是渣男出轨的报应。我盯着他，一字一顿道，这套房我也要。婆婆气得捶桌，疯婆子，你是想逼我们全家去死吗？不可能，房子写的是赵林的名字，你要房子自己去找赵林。我伸手指了指他耳朵的位置，他不是正听着吗？你直接问他不就好？婆婆下意识想掩饰，不过她做再多都是徒劳。我跟赵林做了这么多年闺蜜，她什么性子我了解，这么急着上位，她自然想要事事都把控在手里。刚才婆婆进门的时候，我就察觉到她戴了耳机，平日里连微信都玩不明白的人，怎么会突然戴耳机呢？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赵林在背后操控。我无趣的勾了勾唇，继续道，是要航航有个赌鬼爸爸，被人瞧不起一辈子，还是主动放手开始新生活，让他自己选？赵林急切的想要上位，很快他便做出决定。婆婆拿我没办法，只能愤恨的瞪着我，都给你。办完所有过户手续，我到警局去撤诉。我跟张伟明是夫妻，再加上造成的伤害并不大，目前这案子还处于民事纠纷状态。我接受了调解，张伟明很快就被放出来。冷静期一过，我立刻约张伟明一起去领离婚证。赵林也来了。我跟张伟明刚领完离婚证，他便笑得满脸灿烂的拉着张伟明去领结婚证。赵林摆出一副胜利者姿态，笑吟吟的盯着我。沈南星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也是朋友一场。发喜糖的时候，我不会忘记你的。他以为这样能气到我，不知道此刻我隐忍的有多辛苦，才压制住内心的快乐，没直接笑出来。人不要脸还真是天下无敌。赵林也不生气，抱着张伟明的胳膊笑得一脸得意。伟明这么优秀，你就嫉妒吧。东边不亮西边亮，傻逼啥样他啥样。我实在没心情跟这群渣子多聊。转身要走，我妈电话来了。听清内容的瞬间，我头皮都要炸了。挂断电话，我冲上前拽住赵林的领口，死死瞪着他。赵林急得大叫，放开，你个贱人，还说你不嫉妒。我死死地盯着他，我女儿若是有任何问题，我一定把你儿子剁成8段。我赶到医院时，女儿已经从清创室里出来，脑袋上缠着纱布，小脸苍白地躺在床上。见到这一幕，我心痛得无法呼吸。双双，妈妈来了，你快看看妈妈好不好？护士好心提醒我，病人刚刚缝完伤口，怕伤口崩开，用了点镇定的药物，需要休息一会儿。得知女儿没有危险，我心头的大石才缓缓落下。我妈回来看见我，直接哭红了眼。闺女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没看好双双。我紧握着我妈颤抖的手，妈，这不关你的事。我妈气得咬牙，那小畜生怎么这么狠呀？那么高的台阶，他居然就这么把双双推下去，要不是老师及时发现，还不知道会有多危险呢。是我疏忽了，我只顾着丁婆婆和赵林，忘记了航航这个恶魔。没想到他小小年纪就如此狠毒，对女儿下这么狠的手。妈，双双交给你，我出去一趟。安排好女儿，我直接冲到钱婆婆家。我敲门没人开，直接在门口5金店买了把斧头上去砸门。很快门开了，露出钱婆婆那张恶心的脸。你来干嘛？快点滚，不然我报警了。我厉声咒骂。报，你现在就报警，刚好让警察把那小畜生抓走。今天不把那畜生剁了，我誓不罢休。婆婆被我的大斧头吓得往后缩。
我一把推开他冲进去，不等我搜房间，张伟明便带着人出来，行行就被他护在身后，还对着我做鬼脸吐舌头，半点悔意都没有。张伟明皱着眉不满地瞪着我，沈南星，你在这大呼小叫吓唬谁呢？我指着他身后的行行厉声道，你知道这小畜生对双双做了什么吗？你身为双双的亲生父亲，他被人害得躺在医院，你居然还维护这畜生。张伟明眼神有些闪躲，依然维护着行行。孩子之间打打闹闹是难免的，行行也不是故意的。我气得想杀人。那你让他也给我推一下，我也说不是故意的，你答应吗？赵林急着跳出来，沈南星，你这样欺负孩子有意思吗？不就是头破了一下，我们赔钱不就好了？你要多少钱？开价吧。这是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吗？他们这种轻视的态度，让我恨不得冲过去杀了这群畜生。我强忍着将怒气压了下去。行行年纪太小，即使追究，也不过就是赔钱。我女儿受的罪，根本没有办法弥补，所以我不能冲动，更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盯着张伟明质问，双双是你唯一的孩子，你就看着你的孩子这样受欺负？钱婆婆听我不停咒骂，急昏了头。谁说我儿子就只有女儿？行行就是我的孙子，我们张家好着呢。我故作惊讶地看着他们。赵林，行行是你跟张伟明的儿子？赵林轻蔑一笑，是啊，你肚子不争气，生不出儿子。我肚子争气呀，给伟明生了行行。你再羡慕也没用，谁让你只会生赔钱货呢？我失魂落魄地摇头。好呀，原来你们这对狗男女瞒了我这么久，我诅咒你们不得好死。张伟明冷下脸，滚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从钱婆婆家里出来，我立刻去郊外的监狱预约了探监时间。做好一切，我回到医院安心的陪女儿。我妈心疼的望着我。我问过律师，行行年纪太小，就算我们要告他们，也只能让他妈出点医药费，不能拿他怎样。双双怎么这么可怜？见我妈痛哭，我也难受极了。我拉着她的手安慰她，妈，咱们要相信因果报应，他们干这么多坏事会遭到报应的。在医院住了1周，女儿终于可以出院。出院的第2天，我约了赵林和张伟明出来谈赔偿的事情。我告诉赵林，除了医药费之外，我还要求行行去跪着跟我女儿道歉。赵林冷笑着拒绝，还骂我有病。他说我没诚意谈，搂着张伟明离开。他们刚走出咖啡厅，突然就有一辆面包车疾驰而来，对着2人直直的撞过去。砰！巨响传来，周围爆发出惊叫。我就坐在咖啡屋里，喝着最爱的拿铁，看着赵林和张伟明被面包车撞飞10几米远，高高腾起，重重落下，瞬间鲜血染红了一地。面包车撞完人后，又撞到一旁的护栏上，才彻底停下。附近的交警赶到现场，强制拉开车门，将司机拽了下来。肇事司机我认识，正是赵林那个开设赌场被抓的前夫。今天恰好是他出狱的日子。这场车祸导致赵林双腿粉碎性骨折，以后就算不坐轮椅，也会成为行走障碍的瘸子。张伟明比他更惨一点，后脑勺着地，颅内出血，动了开颅手术。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，可惜脑子不好用了，智力退化了一半。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张着嘴，连口水都控制不住。钱婆婆见我来，气势汹汹的朝我扑上来，你个扫把星，你还来这里做什么？把我儿子害得不够惨吗？我瞥了眼一旁坐在轮椅上的赵林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害你儿子的可不是我，睡人家老婆就得做好被报复的结果。钱婆婆扑上来要扯我头发，我弯腰躲开，从包里掏出一份资料递给她。我劝你看看这份亲子鉴定报告，再来跟我大声说话。钱婆婆狐疑的查看报告，随后大吼起来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我平静的开口，张伟明都这样了，我有必要骗你们吗？不信自己去查。钱婆婆拎着报告扭头看向赵林，行行到底是谁的孩子？眼见事情被拆穿，赵林还想狡辩，别信他，他就是故意来看我们笑话的。我热心的建议他们，反正人都在医院，下楼鉴定一下不就好了。赵林立刻紧张的将行行往身后藏，害怕的模样一下子就暴露了。儿子没了生育能力，现在又成了傻孩子。钱婆婆再也承受不住打击，扑上去撕扯着赵林扭打起来。她用尽全身力气暴打赵林，赵林根本没有回击的能力，倒是一旁的行行见妈妈挨打，
立刻冲上去帮忙。她犹如一颗小炮弹，朝着钱婆婆猛冲过去。钱婆婆没防备，后脑勺着地，当场晕死过去。现场乱成一团，赵琳害怕儿子出事，带着航航趁乱跑了。听小表妹说，钱婆婆因为承受不住打击，醒来后中风，半边身体瘫了。张伟明变成傻子，钱婆婆又瘫了。曾经风光无限的一家子，如今算是彻底得了报应。至于赵琳更不好过，他妈之前愿意管她，是因为赵琳能给钱。现在赵琳成了瘸子，没有收入，他妈自然不会再管她。航航那个恶小子更是不争气，3天2头惹事，害怕他哪天把命丢了，赵琳只能把他用铁链锁在家里，圈养起来。小表妹问我，姐，你是怎么知道航航不是我表哥的种呀？这事要从半年多前说起。我无意间撞破赵琳和张伟明私通，得知被最爱的人跟最好姐妹背叛的那一刻，我犹如五雷轰顶，恨不得拎把刀直接冲进去捅死这对狗男女。可是我有女儿，为了孩子我不能这么做。于是我开始咨询律师，得知无法从法律上让渣男净身出户后，我便开始我的报复计划。我发现不仅张伟明对航航疼爱有加，婆婆也是异常疼爱航航，甚至超过她的亲孙女。想到航航有可能是张伟明的私生子，我忍着滔天怒意，拿了航航和张伟明的头发去鉴定。鉴定结果显示两人并没有父子关系。后来我发现赵琳故意隐瞒这个事实，我并没想着拆穿他们，想等张伟明自己发现，再让他们狗咬狗。谁知航航这个小恶魔敢如此伤害我女儿，我不想再忍了，直接冲去钱婆婆家闹了一场。我知道他们一定会维护航航，毕竟他们被赵琳蒙在鼓里，还以为航航是张伟明的血脉，故意诱导赵琳，让他对我炫耀，亲口说出航航是张伟明儿子的话。我将这段录了下来，送去给赵琳的前夫看。当年开设赌场暴利赚钱的可不只是赵琳前夫，还有一大半的钱都进了赵琳的口袋。为了孩子，赵琳前夫一人扛下所有罪名，现在让他知道航航不是他的儿子，他受得了吗？我赌赵琳前夫受不了，知道他会报复赵琳和张伟明，我故意将人约出来谈判。原本以为他前夫会暴打两人一顿，没想到他前夫如此残暴，直接开车撞飞两人，真是太解气了。不只是这些，航航会偷偷调换润滑剂，也是我挑唆的，因为我说晚上要跟叔叔造人，等叔叔有2胎弟弟，就不可能再疼航航。被张伟明宠了这么多年的小魔王，怎么受得了这种窝囊气？他想报复我，结果把亲妈和张伟明一起送进医院。若是赵琳和张伟明没有联手背叛我，他们不会有如今的下场。这一切都是他们应得的报应。如今我恢复单身，名下有几套房，卡里存款也有几百万，又有可爱乖巧的女儿，未来我的人生只会越来越快乐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